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超经典的惊悚悬疑片，它由著名大导演奥利奥·保罗自编自导，剧情全程跌宕起伏，不看到最后一秒，你永远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。故事开始，男主尼克是一所院校的在职老师，年轻帅气的他是很多人的偶像。然而谁也不会想到，此刻的尼克正在意图谋害妻子。先是将特制的毒药混入红酒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喝掉。这种毒药的作用非常隐蔽，它会在8小时后让人的心脏骤停，并且不会留下任何可查的痕迹。看到这里不禁要问，作为仪表堂堂的大学老师，他为什么要对枕边人下此毒手呢？原来妻子对丈夫有强烈的控制欲，所以尼克在高压下出轨了自己的学生安娜，并从此和她发展成了情人关系。为了能够和安娜长相厮守，也为了顺利继承妻子的财产，于是尼克萌生了杀人灭口的想法。在情人安娜的倾力协助下，罪恶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妻子的死因也被认定为心脏病突发。深夜凌晨2点钟，尼克来到安娜的住处想庆祝一下，可一通警方的电话打断了他的美好。对方声称他妻子的尸体莫名消失，所以让其赶紧到警局来一趟。尼克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难道是妻子没有死吗？又或者说警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？安娜递上一杯酒让其不要慌张，尼克也认为警方绝不会查出来，当下没有思考太多，尼克怀着忐忑的心情赶到了警局。负责此案的探长告诉尼克，就在刚刚，法医部的值班保安遭遇了车祸，现在已经昏迷躺在了医院。通过调取单位的监控得知，原来保安是受到了某种惊吓，然后在出逃时遭遇了车祸。奇怪的是，除了大厅里的监控正常，其他的则全部失灵。除此以外，停尸房竟然丢失了一具女尸，而这具女尸就是尼克的妻子。尼克听完有些困惑，妻子的尸体为什么会丢失呢？探长询问他是不是有一些私人恩怨，以至于妻子死后还遭到了仇人的报复。尼克说自己和妻子都是老实人，所以根本不存在和别人有恩怨。探长耐着性子又问了几个问题，尼克也避重就轻地回答了他。凌晨3点钟，探长和手下们来到外面讨论，他们认为尼克的表现太过淡定，对于刚刚失去妻子的男人，为什么没有悲伤的痕迹呢？鉴于案件出现的疑点，警方暂时留下尼克不准离开。望着外面下起的瓢泼大雨，等了许久的尼克再也坐不住了。既然自己已经录完口供，可为什么还不放行呢？恰在此时，整个法医部突然发生了停电，警员赶紧让他先回去坐着。尼克没办法，只好照办。凌晨3点半，就当尼克思考该如何脱身时，旁边的停尸间忽然传来了异响。循着声音向里探索，赫然看到停尸阁上放着一个盒子，里面是妻子临死时的随身物品。他们怎么会放在这里呢？正当疑惑之际，身后的储物柜又传来了响动，壮着胆子走过去，却意外发现里面放着一瓶药水，而这个东西正是他谋杀妻子的毒药。此刻的尼克百思不得其解，莫不是有人在暗处戏耍自己？这时警局的电力突然恢复，慌张的尼克赶紧将东西放入了口袋。探长和手下路过停尸间，他们询问尼克来这里干嘛，而且还打开了死者的遗物箱。紧接着，警员很快在现场得出结论，死者的手机不见了。探长随即质问尼克是不是拿了，但尼克表示什么都没拿。警员们听后自然不信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尼克将身上的东西全部掏出，唯独留下了刚才的毒药。经验丰富的探长一眼看穿男人，在他强制搜身的施压下，口袋的毒药还是被翻了出来。尼克慌忙解释东西是捡的，可他越是解释越是让人怀疑。探长让手下拿去化验，看看药水到底有什么作用。如此一来，尼克被当作嫌疑人，彻底无法离开。为了防止事情不会败露，尼克来到卫生间给安娜打了一通电话，并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困。随后，尼克想洗脸清醒一下，这时他发现身后的窗户却被突然打开。待到走近查看，原来是一封信，里面有一张邀请函，且背面还写着一句情话：闭上眼，你仍然在我身边。看到这句话的尼克陷入惊慌，原来这张邀请函是他妻子用过的，而背面却写着他和安娜偷发的信息。尼克突然下意识地想到，刚才在停尸间的遭遇绝对不简单，而妻子有可能还活着。因为害怕在警局留下痕迹，尼克将邀请函当场撕碎，然后扔进了马桶。奇怪的是，马桶的冲水系统竟然坏了。正在此时，探长委派的警员走了进来，尼克吓得赶紧关闭了侧门。在警员疑惑的催促下，没办法的尼克索性将碎片捞出，然后将其放到嘴里咽进了肚子。等到侧门再次打开，他已经波澜不惊地掩盖了一切。警员告诉尼克，警方在配电房里发现了线索，所以过来喊他去看一下。凌晨4点钟，警方查出了监控被切断的原因，还找到了附近可疑的通风管道。依据现场的情况判断，探长认为有人利用管道偷走了尸体，而且还在地上留下了脚印。案情进行到这里，诸多出现的疑点让人费解。到底是谁偷走了尸体？他偷走尸体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难不成偷尸体的人就是尼克？目的是害怕法医真的查出什么，从而想将尸体进行毁尸灭迹吗？这时大家坐的电梯突发故障，几分钟后又停了下来。等到梯门打开，众人才明白是消防烟感导致的问题，并且让头顶的喷淋被自动激活。见此情形的众人纷纷躲避，而尼克却停下了脚步，
原来是安娜打来了电话，看到探长等人已经离开，他赶紧找了个房间接听起来。然而未等两人说上几句，视线里忽然出现了一张纸条，快步上前查看，上面却写着安娜的住址。此时的尼克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扭头一看，不正是已经死去的妻子吗？慌忙将看到的情况告诉安娜，并可以肯定妻子一定还活着。现在自己之所以身处险境，也一定是妻子在暗处想陷害自己。这时头顶的喷铃停了下来，探长也正好找到了这里。心虚的尼克想解释为什么打电话，可探长却什么也不问，而是直接收走了他的手机。凌晨4点半，警方在厕所发现了一枚烟蒂，而这个烟蒂正是尼克刚才留下的，也就是说，尼克有可能是故意刺激烟杆，从而借此想消除现场留下的指纹。同一时刻，毒药的化验结果出来了，它可以让人在8小时后心脏骤停，且毒性不会在尸体内留下任何痕迹。很明显，尼克存在谋杀妻子的嫌疑实锤了，而今晚偷尸体的窃贼也估计是他。想到这里的探长没有犹豫，立即对尼克进行了强制措施。这一下尼克再也无法脱身，只能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。可就在尼克被关押的间隙，房间的窗户不知何时被人打开，慢慢的走过去查看，却惊恐的发现杀害妻子的毒药出现了。这一幕让尼克更加笃定，妻子一定没死，他一定在幕后操控着一切。剧烈的恍惚过后，原来刚才的只是一场噩梦罢了。惊魂未定的他尚未喘口气，旁边的房间里却传来了手机铃声。疑惑的尼克推门而入，发现这里是法医部的解剖室，而声音就是从一具尸袋中传出的。壮着胆子打开袋子，果然在里面摸到了响着的手机。诡异的是，上面的来电显示竟然是妻子。做贼心虚的尼克接通电话，但对方却立刻挂断了。打开通话记录查看，里面竟全部都是妻子的来电。尼克赶紧查看尸袋上的名字，上面显示这个人叫约翰。约翰又是谁呢？疑惑的尼克随即回拨过去，而接电话的变成了餐厅服务员。对方表示自己是捡到的手机。当听到餐厅的名字后，尼克立刻想到自己和妻子曾经去过，当时妻子碰到了一个陌生人，看样子他们似乎非常熟络。尼克询问妻子那个陌生人是谁，妻子随口回答说对方名叫约翰，仅仅只是他认识的律师罢了。如此来看，这具尸体就是妻子认识的约翰，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里呢？难道是巧合吗？回过神的尼克赶紧联系安娜，表示自己的手机已经被警察收走，然后分析如果妻子没有死，那么他肯定设计好了这一切。凌晨5点钟，探长对案件进行了重新梳理，并明确尼克就是犯罪嫌疑人。在真相没有查清之前，尼克必须留下来协助调查。依据警方刚拿到的一份报告，上面显示尼克的妻子曾经找过私家侦探，目的是为了查清丈夫出轨的事实。趁着探长离开的功夫，尼克看清了私家侦探的名字，对方竟然是之前见到过的约翰。尼克慌了，他赶紧偷偷给安娜打去电话，并告诉她约翰并不是律师，而是一个侦探在调查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妻子不仅知道自己出轨的事实，且有可能也知道自己想谋杀的意图。这时安娜说在门口发现了一个 U 盘，说完便把盘里的内容发了过来。尼克看后瞬间吓傻，里面全是他和安娜在一起的私密照，除此以外还有一段重要录音，内容是尼克和安娜密谋杀妻的对话。很显然，这个 U 盘必然是妻子送过去的，而他必然还活着。此时的尼克吓得浑身颤抖，他想不通妻子为什么不揭穿自己，而是故弄玄虚搞这些把戏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尼克突然想到，如果妻子的目标不是自己，那么肯定是安娜。一念及此的尼克让安娜赶紧离开，可一切都为时已晚。一辆汽车朝着安娜疾驶而来，紧接着他的手机掉在了地上，十有八九的肯定安娜一定是遭遇了不测。猜透真相的尼克怒不可遏，他急忙找到探长，想要马上离开，可探长却坚决不同意。面对嫌疑人强烈的反抗，探长情急之下将其打晕过去。第二天早晨6点钟，醒来后的尼克大彻大悟，既然妻子并没有死，那么又何必继续遮遮掩掩呢？尼克当即决定不再隐瞒，于是将自己如何出轨、如何谋杀妻子的事实讲了出来。从昨晚的经历来分析，妻子通过侦探知道了自己出轨，然后将计就计调换了酒杯，表面上让大家都以为他死了，可事实上却是最毒妇人心。之后假借尸体丢失巧妙脱身，并让警方顺利的怀疑到自己。如此这般，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完美的报复啊！探长听完觉得有些道理，可不管怎么说，找到尼克的妻子才是案件的关键。尼克让探长赶紧去救安娜，他担心妻子也对情人展开了报复。早晨7点钟，让人意外的一些调查浮出水面。警方在尼克的车子里发现了铁锹和鞋子，而鞋子的尺寸正好与昨晚发现的脚印吻合。搜索尼克的住处还发现，隐蔽的衣柜里有一把手枪。除此以外，医院里的保安从昏迷中苏醒，他交代了昨晚发生的情况。原来在监控出现故障之后，保安想上楼查看原因，结果看到电梯里坐着一具女尸，他以为对方是个活人，可电梯却突然间关闭了。诡异的一幕让他想呼叫总部，不料下一秒的电梯又打开了。奇怪的是，里面的尸体不见了。紧接着，
一个蒙面人拿着手枪连开数枪，受到惊吓的保安只好逃了出来。之后在路上便发生了车祸。探长告诉尼克，现场留下的弹壳正好吻合了搜出来的手枪，也就是说，昨晚袭击保安的蒙面人就是尼克。另外，警方依据尼克提供的地址没有找到安娜，且那个地址其实已经荒废多年，也就是说，安娜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。尼克极大可能是在编造谎言，目的是想为谋杀案寻找借口。尼克懵了，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一切都是妻子的阴谋。如果自己是在说谎，又何必做这么多愚蠢的把戏呢？就在这案情陷入僵局时，警方在尼克家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尸袋。上午9点钟，探长押着尼克火速赶到了现场。尸袋里的人究竟是谁？妻子到底是活是死呢？尼克站在现场很是紧张，他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。然而当探长打开尸袋后，里面赫然就是被人毒死的妻子。这一刻的尼克彻底崩溃，这究竟他娘的怎么回事？难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觉吗？至此，再华丽的理由都是白搭，尼克就是一个谋杀妻子的凶手。警方随即运走了尸体，探长也准备押上嫌疑人回到警局。这时尼克突然挣脱束缚，他知道既然案件已经真相，那么回到警局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奇怪的是，探长晃悠悠地跟在后面，似乎并不担心尼克会跑远。果不其然，尼克的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症状，然后无力地瘫软在地。这时探长走过来狠踹一脚，然后对尼克说出了案件的终极真相，并直接挑明这其实是自己的复仇计划。原来就在10年前，探长一家3口遭遇了车祸，而肇事者就是尼克和他的妻子。他们不仅没有下车选择营救，反而是直接逃离了现场。如此丑行导致探长的妻子错过救助而死亡，幸福美满的家庭也从此支离破碎。探长停顿一下，出示了一张照片，上面的女子赫然就是尼克的情人安娜。原来安娜是探长的女儿，也是他在当年记住了尼克的车牌号。为了给妈妈复仇，安娜听从了父亲的安排，她牺牲自己接近尼克，然后让其亲手杀掉了妻子。之后探长吓跑保安，并顺势偷走尸体，再然后将作案工具嫁祸给尼克。至于昨晚警局发生的一切，也全部都是探长做的障眼法，比如在停尸间的经历，在厕所发现的邀请函，在解剖室找到的约翰电话，以及出现的停电和烟感报警。一切都是引导尼克认为妻子还活着，并让警方更加笃定他就是凶手。至于外围的安娜是否出了事故，实际上只是虚晃而已，单纯的是让尼克更加坚信。随着探长一点点的讲述，尼克越听越是细思极恐。整整10年，探长和女儿终于为妻子报了仇，可对尼克的惩罚难道就止步于此吗？探长认为这远远不够。尼克为什么会感觉身体不适？原因是他昨晚来警局之前，安娜偷偷将毒药投入了酒杯，然后又让尼克一饮而尽。听完天衣无缝的复仇计划，尼克抬手看到时间刚好10点整，从凌晨2点到现在的10点，不正好是8个小时吗？想到毒药的作用就是这个原理，绝望的尼克果然感受到了心脏的异常，而探长在此刻也释然了心中的痛苦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